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为了解决加玛帝国和联盟的危机，萧炎和美杜莎决定深夜潜入三军联盟聚集之地，暗杀金焰宗宗主焰落天和木兰谷的木兰三老。联盟和蛇人族的强者在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潜匿，随时等待着接应萧炎和美杜莎。萧炎在暗中通知小医仙后，便等待着天黑的到来进行暗杀。在等待的时候，萧炎为昨天自己的态度向美杜莎道歉，并保证自己一定会在2年内炼制出天魂融血丹，给美杜莎肚子里的小孩进行血脉滋养。萧炎的道歉和保证让美杜莎心中暗喜，最后一丝怨气也烟消云散。小医仙暗中传递了一份标注了焰落天和木兰三老方位的地图给萧炎，两个宗门方位并不在一起。美杜莎主动要求对付斗宗焰落天，而萧炎的目标则是只有斗皇巅峰实力的木兰三老。在夜色的掩盖下，萧炎和美杜莎顺利的让焰落天和木龙三老丧命。萧炎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那就是杀了对手后会将他们的纳戒也一并拿走。美杜莎跟在他身边久了，也染上了这个好习惯。这一行，他们不仅杀了2大宗门实力最强的强者，更是得到了木兰谷的3兽蛮荒诀，以及金焰宗的不传之秘天焰九行翼。金焰宗最擅长的就是速度，修习了天焰九行翼的焰落天，如果真的逃起来，就连美杜莎也追不上。美杜莎非常大方的将天焰九行翼交给了萧炎，不过萧炎在知道用高阶材料制作出来的天焰九行翼对美杜莎也有好处后，便决定等凑齐了材料，就先帮美杜莎制作一个飞行翼。失去了焰落天和木兰三老，金焰宗和木兰谷不敢再采取行动，陷入了僵持之中。随后毒宗宣布退出联盟，没有了斗宗强者坐镇的金焰宗和木兰谷即使十分不满，也只能极其不甘地带着手下狼狈地回归到各自的帝国之中。3宗撤退，加玛帝国的危机也彻底消散了，联盟也因为这场战争彻底映入了每个加玛帝国的人心中，完完全全地取代了以往云岚宗的地位。战乱平息，加玛帝国也履行了承诺，将靠近魔兽山脉的一片阴凉区域划分给了蛇人族。蛇人族迁徙乃是大事，美杜莎身为族长，自然要亲自掌舵。而习惯了美杜莎跟在身边的萧炎，一时间反倒感觉有些不自在，就像少了点什么东西一样，心头空荡荡的。有点空虚的萧炎，只要有空就会经常在联盟的丹堂中炼丹。丹堂坐落在帝都中心，萧炎的炼药术让丹堂中的炼药师非常服气。为了多制造一些厉害的死士，萧炎将噬生丹的丹方拿了出来，但加玛帝国的炼药师中没有几个可以单独炼出噬生丹，萧炎只好让5品炼药师分工合作炼制噬生丹。但萧炎在加玛帝国待不了太久就会离开，等他离开之后，主持炼制噬生丹的事情就会交给法玛。这时法玛却说这件事还有一个人比他更适合，由他来主持的话，效率能提升1倍之多。这个人就是丹王古河，但萧炎也很清楚，以他和古河之间的关系，古河不太可能会帮他。法玛告诉萧炎，斗气大陆上有一个被无数炼药师推崇的丹塔，丹塔是一个由炼药师自由组织的势力，丹塔的存在已久，就连炼药师的等级系统都是由丹塔创造的。在整个斗气大陆，没有几个势力愿意招惹丹塔。丹塔的核心人员无一不是大陆上声名赫赫的炼药宗师，而古河一直都想要加入丹塔修行，但是想要进入丹塔修行，需要一方足够分量的炼药师组织联名推荐。曾经的炼药师工会没有这种分量，但如今的丹堂潜力比工会更强。法玛相信，要不了多久，丹堂便能拥有那个资格。他让萧炎以这个条件去与古河相谈，他相信古河会答应加入丹堂。另一天清晨，萧炎就带着海波东在法玛的带路下找到了古河。见到古河后，萧炎开门见山，直接说想要邀请古河加入联盟的丹堂。古河对加入联盟并不感兴趣，至于进入丹塔修行，古河早就有门路可以去了，只是他认为自己是加玛帝国的人，所以不曾离开罢了。就在萧炎觉得法玛实在不靠谱的时候，古河却说想让他跟萧炎走，只要萧炎答应他一个条件，那就是2人比试一场炼药术，只要萧炎能赢，他便加入联盟。对于当初在与云韵的婚礼上输给萧炎，古河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他想用自己最擅长的炼药术再与萧炎较量一场。炼药术上的比试，萧炎从来不怂，他们俩的比试足足持续了2天的时间。这场比试到底谁赢了，萧炎和古河都没有说，但在萧炎回去后的第2天，古河就带着徒弟前往了联盟。
在古河加入丹堂后1个月左右的时间，萧炎终于收到了来自出云帝国的传信。信中的魂殿人现速来6个字让萧炎脸色大变。魂殿的人行迹一直都很诡异，现如今好不容易有了魂殿的消息，萧炎迫切的想要将这个魂殿的人抓住。萧炎将情况与萧鼎等人说了一下，便将炎盟交给他们，随后带着紫妍前往魔兽山脉找上正在闭关的美杜莎。魂殿既神秘又强大，萧炎不敢托大，觉得自己能对付魂殿的人，而想要找帮手，美杜莎明显是不二人选。在得知萧炎的来意后，美杜莎有些不放心小医仙，毕竟这次是要深入出云帝国，万一小医仙搞些手脚，他们的处境会很危险。但看萧炎那么相信小医仙，美杜莎也不再多说什么。在安排好蛇人族的事情后，便跟着萧炎一起前往出云帝国。此去出云帝国危险性不言而喻，而蛇人族又是刚刚迁徙到加玛帝国，族中事务繁忙，可美杜莎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帮萧炎。萧炎也并非铁石心肠，他的心中十分感动，毕竟美杜莎帮了自己太多了。萧炎和美杜莎两人之间的感情，在一次次的危险陪伴中明显变质了。而原本就和小医仙互相看不顺眼的美杜莎，在后续的合作中会乖乖听话吗？下一期萧炎能如愿以偿的抓到魂殿的人，得知更多魂殿的消息吗？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